原本預算規劃是多少錢？預算就是抓個100萬。我想要體驗一下在他們家的臥榻，享受窗外風光的感覺。這邊真的好漂亮哦！小豆是近年很紅的植物啊，很好養，你可以養，而且它隨風飄逸就很悠閒。大家好，我是膚淺喜歡被讚美的丹丹。我來到汐止，今天這位住戶呢，我非常的期待，是因為他是一個綠手指，我本人就是黑手指嘛。我家那個陽台的植物好像快要被我種死了。今天呢，我要來好好請教一下這位綠手指，他要如何把植物種在他家裡，種得這麼漂亮。那現在我們就出發吧。我們已經來到他們家的門口，來看一下他們家這個春聯，馬西手柚，這也是暗示屋主很好吃的意思。先跟各位預告，屋主我覺得他長得蠻帥的哦。今天這一集大家大飽眼福。好，現在我們就進去他們家吧。是不是很漂亮？現在這邊是他們家的客廳，他們家有超級漂亮的環景窗戶。大家已經看到裡面種滿了植物之外，他們連窗外都是樹木的景色哎。然後這邊呢是他們家的吧台，屋主有時候會在這邊居家工作，看外面的景色。我們再往這裡看，這裡是他們家的廚房。聽說屋主他是會在家裡下廚的哦。這個玻璃門後面是他們家的更衣間。最後我們去看一下他們家另外一個方向，這裡是他的臥室。那現在我們請屋主登場吧。屋主可以過來了。來，屋主怎麼稱呼？我叫星星 Star。所以我等一下叫你星星，還叫你 Star 都可以。好，星星 Star， 你幹嘛笑場？屋主是在医療器材產業，然後目前是單身，一個人住。這間房子一個人住，我覺得蠻大的哦，因為你们家全幢大概是30，實際坪數18左右。那你們當初這個裝潢啊，你是買二手屋？對，就是中古屋，大概12年，大概是3、4年前買的。对，裝潢你是把它整個全部打掉，然後做你自己的風格，還是全部打掉？就只有留，待會會介紹這個事情。他前屋主的那個房子的樣子。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是他們家的客廳，然後我覺得他們家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，就是室內也還是綠意盎然。疫情2020那時候，大家不是都在流行種綠色植物，然後我就開始想要在家裡放植物，而且我本來就是喜歡住在有一種叢林感。而且你們家不只是室內種，你的窗戶外面就可以直接看到整片的樹林。对，當初找房子啊，這是你找的第幾間房啊？也看了大概快100間吧。大家不是都說買房要看100間？其實這間我當初就來看過，是先被我拋棄的。後來就看了快100間之後，覺得還是它最好。原本一開始覺得浴室就沒有床，這個客廳的格局也不是太方正，所以後來你選這邊，其實就是因為整體環境還是覺得它最好。而且它客廳很明亮，就是有明廳嘛，它的格局設計都有避掉一些風水上的東西。你當初在設計的時候，你有什麼想法嗎？因為好像跟原屋主設計的有點格局不一樣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原本屋主他後面有做一個玻璃帷幕，是一個獨立的書房，後來就被你拆掉了。對。全部打掉，然後前屋主有做一個類似鏡櫃，但因為我覺得不好看，所以我就把它拿掉。然後就是想要有吧台。這個吧台啊，你是平時會在這邊工作嗎？如果客人來的話，就是會在這邊，但就是東西會放在這裡。所以當初覺得一定要裝水槽，就是可以洗一些杯子啊。所以先是從後面廚房拉過來。那你很懂自己要什麼哎？就覺得這邊可能就是還是需要洗輕食啊，或者什麼杯子。客廳的部分呢，我想要再問一下，就是這邊電視後面還有一面大石牆，這是之前屋主留下的嘛？對，這是唯一沒有動的東西。當時有覺得說會不會有點老，就是比較上一代的審美觀，但後來就接受了。我發現你們家的牆壁的漆色其實是有點跳色的，所以2個顏色，油漆是設計師的建議，然後牆壁就是偏比較暖一點。奶灰的。然後這邊有一顆甜甜圈燈，對不對？哦，對啊，就是大家不知道看膩了，可以順便介紹一下後面的風之谷，我喜歡。宮崎駿的作品裡面，你最喜歡的是風之谷跟還有魔女宅急便，其實都蠻愛。在這邊看電視的幾率高嗎？很高啊。這邊枕頭你在挑選的時候有什麼巧思嗎？因為我發現有一顆很特別的枕頭。這個是去東京迪士尼的時候，它有那種玩小遊戲抽枕頭，這不是買的，這是買不到。冬天去，所以就剛好是聖誕節。它跟那個是同一組哦，真的耶，是同一個東西，所以就是都在迪士尼。有人專門玩遊戲去玩好幾次，然後拿來賣。我看他提了大概10包，如果要轉賣應該不便宜哦。但我覺得它雖然是迪士尼的東西，然後它也比較花俏，可是剛好跟後面整個這樣配在一起，也是有一個整體性，就是跳出來的感覺。
那當初你選這個沙發，因為它是低背的嘛，你有什麼考量嗎？就是我那時候在挑，就先從幾個比較有品牌的家具店嘛，小的有北歐家具風格的去挑。因為我就是看到居家先生就有這個沙發，它叫胖胖沙發，要讓大家看一下它這個胖胖的扶手，就是它扶手也是可以坐在上面，就覺得它就是有一種溫厚老實人的感覺，好像就是擁抱會把你緊緊的抱住，所以我就蠻喜歡。加上這個大象皮色就很搭北歐風。這樣一個人獨居又單身也不會覺得孤單，有被擁抱住的感覺，就是強調獨居的不是獨居一個人住也可以，對，享受被擁抱的感覺。我常在上面睡着，可能跟年紀有關係。這邊有一個這個東西我很喜歡這個好軟，而且各種形狀可以變形。你擋住它了拿過來。我很喜歡這個枕頭，反正大家應該都知道是哪一個牌子。這個真的很舒服，因為我剛靠在上面超舒服的。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後面這個空間好了，自己沒有任何的置入。我剛沒有講到名，我講名字吗？有可以講，都可以講。觀眾還是会來問啦，我們不如就直接說了。但是我又怕每次講這些品牌名稱，大家都想說有置入。那這邊是有電子琴誒，我看到這個是對電鋼琴，但因為我看到這上面還有植物壓在上面，我想應該很久沒有演奏了吧。平常植物是放在地板，但因為就是想說今天你要来，那就讓动線稍微清空，就把它挪上。那上次演奏是什麼時候啊？大概8個月前。那我們先不聊這個。对，但是這個電鋼琴如果有在彈琴，我很推薦。我把小豆樹抱着好了，小豆樹近年很紅的植物很好養，你可以養，而且它隨風飄逸就很悠閒。這樣一盆要多少錢？大概不到1000塊。那我可以去買，然後眾婆婆再問你怎麼辦？救我！那就再買一盆。我媽媽也是這樣說，她說你為什麼要擔心植物死了？那你就再買到合適你家種會活下來那一棵。對，真的要嘗試一下。那你為什麼當初會選擇要用木百葉？看起來超漂亮、超有質感的。可是木百葉清潔起來應該很困難呢。沒有在清潔。有啦，本來今年過年要大掃除，但是還沒有動到這個。真的要清潔的時候，你是自己清還是請阿姨啊？沒有阿姨的意思，就用抹布擦，可能不到1、3就累了，所以可能要花3個月分開清。我覺得一個人住有一個人住的好處，就是你在生活的節奏上，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習性。沒錯。你們家預算花最多的地方，應該不是木百葉吧？主要是大面積的工程，像是地板系統櫃。我想先介紹一下吧台。我漏掉了什麼東西了齁？沒有，就是想要看一下，介紹一下杯子。就是出國的時候會買一些比較有特色，像我就覺得這個新加坡杯子很漂亮。我剛很擔心你要拿出那個星巴克的杯子跟我說，這個星巴克的城市杯。你說這個 S 開頭的嗎？對，然後它是新加坡，不一樣，上面有魚尾獅。然後這個是去冰島的時候買的古典，就不知道是希臘文還是盧恩符文的。這好像是祈求好運的，這上面有一個哈利波特的杯子，是在英國的片場買的。那這些杯子你都是實際會使用的嗎？就放在這裡，除非客人來不夠用的時候才會拿。你會捨得讓他們用？可以啊，那就洗乾淨就好，這還好哦。大家沒有那麼髒啦，可以。我不是這意思，我是怕可能有些客人他可能手滑，啪，那就是絕交。那你日常是喝茶多還是喝咖啡多？我每天都要喝拿鐵，一天不來一杯不行。抹茶布朗尼待會要吃。这是我第一次到屋主家，看到點心已經準備好了，有點害羞。真的假的？我以為大家都會稍微，大家都是很匆忙，然後加上也不認識。對，因為其實我跟 Star 已經聊他們家聊很久了，然後因為我中間卡了很多事情，所以一直沒有實際跟他約拍攝的時間。後來我失業了，然後他就跑來說：“要不要來拍我家？”失業才能碰到我。我們現在去看一下他們家的廚房吧。哦，好。那你平時煮飯的頻率大概是？平常都是吃外食，只有周末有空才會煮。但我是可以單手翻蛋或者是翻餅皮，讓它完整掉翻過來。我很會煎蛋卷。來，他的 IG 好，順便幫 Star 徵友哦，單身有為，有地可以來他們家做客哦。那你平時會炒飯嗎？炒飯熱量比較高。既然他有在煮飯，那我們最重要的橋段要來了。不過我現在看到很漂亮的東西耶。哇，這一定要看一下。來，我們跟攝影師換一下角度。首先介紹一下，請 Star 介紹一下可愛的擦手機。磁鐵是你是去旅遊的時候會刻意要去留意一下有沒有喜歡的磁鐵？其實我很少買磁鐵，因為我覺得磁鐵是一個有點佔位置的東西，就是有點廢物小物。這是別人送我，同事啊或是朋友出差會送。Star 的同事還有朋友，你們知道了嗎？就不要再送這種沒用的廢物了啊。送我很開心，送我很開心。我有收集癖的。那我們現在要來看冰箱嘍，很多的蛋，怎麼都是飲料？有在煮，這次真的有在煮了。昨天才買。
不是因為你要拍才買，而是可能最近會煮。哦，我會再來抽查哦。好，歡迎來。那我們看一下上面，因為我媽媽很會煮，她都會給我東西。哇，然後獅子頭，那她都會真空包好。那我們現在準備去看一下你們家的更衣室。別人說儲藏室，我會有點不爽。哦，我剛剛應該都沒有收到吧？沒有，因為我很常等一我會家人就說，哦，這是儲藏室。因為儲藏室其實是放雜物的地方，這裡面東西不是雜物，都是我的一些珍惜的小物。所以你小时候最喜歡是小兔？对啊，因為可能長頭髮吧。我喜歡那個火野莉。你是不是喜歡被潑辣的人教訓？對啊，我知道。發現 Star 它直接是照彩虹的顏色排列嘛？對，所以算是有一部分的強迫症吧。哦，我有。最近我朋友給我這個，就是也是蠻可愛，這是亡靈嗎？奈威石化咒。奈威是不是長大之後變猛男那一個？哦，對，身材变好。讚哦。然後像這個就是一些什麼忘記了，就歐洲的一些小鎮。不過上面也有那個星宇的飛機耶。哦，對，因为我覺得我如果今天一趟旅程，我覺得是回憶都很美好，然後也覺得那個飛機本身設計是漂亮的，我就會買。哦，這是我第一次去紐。哦，還行嗎？沒關係，可以。第一次去紐西蘭，然後去荷蘭。現在來看一下他們家衣櫃的另外一邊，電子衣櫥啊，你常用嗎？沒關係啊，就開了。平均大概1、2週才1、2次，有濕氣我就丟進去烘。因為這邊是比較偏雙北的東邊，所以會有那種保濕噴霧。沒錯，保濕噴霧。那所以其實主要不是除氣味嘛，是要除濕。因為我本身都蠻香的，所以我們是說外在的啦，像是烤肉啊，有時候火鍋啊。那你行李箱蠻多的哎，一大一小，然後這邊還有大的冰箱。那你大概多久會旅行一次啊？平均大概1到3次。那我想問，就是你比較傾向於是自己一個人生活，然後單身，還是說也不排除如果有緣分的話，可以2個人一起生活呢？一個人生活就很自在，但是偶爾還是會寂寞的時候。尤其就是可能生病，我想你比較需要是一位看護，那要好看的看護。那現在我們可以去看一下你們的浴室。我突然發現我有一個地方完全沒介紹，最近是越來越不專業的，沒關係，我本來就是業餘的。一開始的玄關完全沒有問到，玄關這邊我看到有洞洞板，就跟設計師說我這邊想要放洞洞板，因為我會掛一些包包什麼，因為我出國就會買這種波特包嘛，葡萄牙買的，然後這荷蘭。我發現你的東西都是在繁複跟極簡之間哦，也是有這種啊，有一點童趣的東西。那這邊是你的鞋櫃嘛？哦，對，這邊主要是鞋櫃，但因為我鞋不多，所以就主要都放在下面這樣。那一般人在做鞋櫃的時候，可能都會在這邊再做一個抽屜，可以放這種東西。那時候選擇就是沒做的考量是什麼？因為如果做抽屜這邊就會沒空間，對，那時候就沒有做，就覺得讓它簡單就好。但簡單完又發現還是需要，就買這個。不過我覺得這樣子也是有一個可愛的生活感，就是你就而且這可以換掉啊，對，可以變換風格。那我們終於可以來看一下他們家重金打造的浴室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還沒訂閱嗎？如果你喜歡看居家裝潢風格跟飯店開箱影片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開小鈴鐺。那我們繼續看下去。先介紹一下藍色的噴漆門。對啊，這花了不少錢。這是我跟設計師說我要灰藍色，但是好像沒有完全達到我想要的效果，就覺得它這個顏色還是有一點點突兀。我不知道你們覺得好看嗎？反正你們覺得好看就好。我覺得蠻好看。好，那很好。對，那我很滿意，跟你的顏色很搭。好，你可以推门進去。好，那我要一起進去吗？好啊。对，這裡面也要放一個音箱哦。哦，我洗澡的時候會聽音樂。洗澡的時候聽音樂啊，有水聲呢。你是要聽什麼重金屬？那你這個是電熱毛巾架？對，因為汐止就比較潮濕嘛，或者因為這邊也沒有開窗，所以覺得好像很需要把毛巾烘乾。但考量一些價位，當時我是選國產，但其實這個外形我個人覺得已經很好看。那你覺得使用上你滿意嗎？要烘很久，所以後來其實蠻少。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了。烘一條像這個大小毛巾，要烘到完全乾，大概要至少4個小時以上。有時候經過就不然被燙到。哈，好不安全啊！不會燙啦，就只是因為有點高溫，還是會嚇到。那所以你那時候浴室整個重做，那你馬桶是我自己去挑的，就是要挑這種圓弧的。然後後面這個也是我覺得小小的，就是有一種笨笨的可愛的感覺。然後這些東西也都是偏白色。哦，這個我可以介紹一下，因為我原本想要洗手台旁邊有一個，因為不是很多都會直接連過來的平台嘛。那因為設計師說這樣會很貴，所以我後來就算了沒錢，就用做這個。但我覺得視覺上看起來蠻漂亮，包括這個，它其實是一組的。這是什麼牌子的？對，蝦皮上買。然後我有一個小小疑問呢，因為你身高算是
不矮，那這個高度不會太低嗎？這個當時安裝的高度，就是我把我的身高給設計師，他只有自己決定就裝好了。所以這個部分你覺得是有點小小的遺憾嗎？其實你沒有，你講我才注意到。那你也是可能因為現在筋骨還可以，我每天洗澡自己刮水。你要刮多久？我快要5分鐘，刮了4年了。一開始是刮水，然後直到有一次朋友來就跟我說，你這個上面怎麼有水漬？有人這麼龜毛？他就拿這個擦這些金屬物件，還有水龍頭。昨天有朋友來，你看這套的水龙頭像是就是有水漬。對，我就被他激到，然後我現在就變成洗完用這個刮完之後，我要拿抹布把牆面、地板就是擦乾，就是這些架子都會稍微擦一下。那個誰要是敢來我家裡說我的東西有水漬的話，我就罵他。我說那你看到水漬，你不會把它擦乾淨啊？所以就是使用到4年多，我覺得還可以吧。經過我大概講一下，好吧。原本有設計師經過要放在這一側，就是這個牆壁全部是鏡子。洗澡的時候看，然後我就覺得它也有一些額外的情緒效果，還不錯。後來就用這個。你幹嘛遮嘴燈？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看你的臥室哦。好，臥室也有採光，就是一個簡單的房間這樣子，只放一張床。原本還沒有床頭櫃，那是因為後來覺得有些收納需求，所以就買了一個床頭櫃。床架也都是走一個北歐木系的風格。這都是居家先生的床墊、床架、床頭櫃都是。我要推薦這個，去環球買的那個 Toothless， 我覺得很可愛，是超可愛的。對啊，就看到的時候就想說我要帶一個這麼大的東西回來，但後來就覺得太可愛了，不買不行。這是我送我外甥的小時候的生日禮物，但後來發現他被他丟着，就會想說好，他不要那我要，我就把它拿過來了。然後他沒發現你拿走？有啊，他來我家的時候會說，哎，九九，你為什麼要把我的枕頭？你也是蠻神奇的，送出去的禮物是可以收回來的，因为被他丢在家裡。對，然後有放一些像，因為我最近朋友去日本，所以我請他幫我買這個。怎麼買到的？其實現在不搶了，日本很好買。有嗎？我們上次去也沒看到啊。我就先買一罐試用。我不太懂它哪裡可以助眠？你覺得它有助眠效果？有啊，就是木質精油的味道。硕倫哥覺得它會助眠嗎？加那個大概幾分鐘就沒味道。哦，但你有時候可以稍微噴貼近一點枕頭，你就會聞到。是我使用方式錯了。好，那我去噴枕頭試試看。你房間也是有這種植物的？這個是棒狀虎尾蘭，其實它長得蠻茂盛，我只有插最粗的這幾根，然後它這些細的都是自己長出來，大概1年多吧。有的人會說什麼家裡植物不要種尖尖的，這一點沒有避諱嗎？我本來想要種那個有一個仙人掌，本來想放家裡，但的確有刺的植物又尖尖，我就沒買。它就是有刺的植物又尖尖，但是有時候你不要在意就沒事。有刺的植物又尖尖，我就沒買。介紹一下這個。屋主很喜歡狐狸，我喜歡狐狸類的東西，很可愛啊，心情好，運勢就會好。而且我現在發現你這邊現在陽光開始透出來了，要把窗簾拉起來，好美哦。但因為現在樹有點在掉葉子，我想要體驗一下在他們家的那個臥榻，然後享受窗外風光的感覺。這邊真的好漂亮哦。就是睡覺的時候，有時候會看一下樹木在外面飄。那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看完他們家了，我們到客廳好好的跟屋主聊一下吧。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問 Star， 當初你在裝潢這間房子的時候啊，你原本預算規劃是多少錢？大概就是預算就是抓個100萬，後來就頂多超過大概10%吧。像我裝潢到後來發現，其實我們原本的裝潢裡的那個石頭電視牆有撞到，但是後來設計師幫我補起來，那個補起來也是有一些花費。其實我一開始不是看細緻，一開始是看台北西邊，就是新莊啊、板橋那邊。後來那個房價就飛升。那你會想要給即將要裝潢的觀眾什麼樣的建議嗎？多看影片，即使到現在我還是很常在 YouTube 上面看裝潢或是新家開箱影片，因為很多設計是要貼合你的生活，而且流行是會變的，像現在流行彩虹玻璃，搞不好就過幾年是別的玻璃。那我想要問 Star， 你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你覺得裝潢上有後悔的部分？其實住了一陣子之後，就會發現那個插頭一開始就是多一個就多幾千塊嘛，所以其實插頭那時候就是很精確的在思考說要放幾個，然後放在哪裡。逐漸還是會發現有些地方插頭不夠用。對，像我的沙發後面的牆，我就想說我只要做一個插座在左邊，然後我就可以都坐在左邊充電就好。可是其實我最近就是想說，我也想要在右邊使用，所以就右邊就沒插座。對，所以你就要用延長線藏在後面過去。對，所以我目前家裡集中最多插座的是8台，8台有電器櫃，然後再來就是廁所。然後還有一個我想分享的是後面這個，雖然想說要有背牆嘛，因為沙發要靠牆，但是其實我後來發現它這個高度其實有一點高。低一點的話，可能那個空間的通透感會更好。但是因為這個是在沒有做下去之前，你很難去憑空想象。那你這邊也有小狐狸耶？這個狐狸很可愛，而且它觸感很好，你捏捏看。你要捏，它很軟。可以捏嗎？就覺得是被療癒。因為我本身喜歡狐狸嘛，所以我覺得狐狸很可愛。
那這个是在英國買的那個女王的柯基犬，對，因為我喜歡柯基、柴犬、狐狸，所以就是陪伴我的2隻小動物。看完到他們家了，這邊可以加他的 IG， 但前提是你們要聊得來哦。喜歡這支影片的話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下次影片繼續跟着丹丹出去玩，吃喝玩樂不打烊，拜拜。